关注爱科技，获取最新案例。我是蒋振林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台三星 S8 的维修案例啊。这个机子呢，客人说摔了一下啊，它后面的玻璃已经有点裂掉了。然后他说电话呢是可以打进来的，也就是跟我们之前修的这个案例差不多，它没有显示，有声音，然后有震动，电话也可以打进来。那么正常我们接到这种机子还是一样啊，肯定会考虑屏幕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拿一块好的主板，或者是拿一块好的屏，然后对它的主板呢进行一个测试。那么我先呢拿我自己的机子啊，拆了一个主板呢，装到它这个机子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屏是不是好的，因为它这个屏呢比较贵，如果屏坏了的话，我们就不太建议它修了啊。那我们先开机试一下。好，亮起来了啊。那证明它这个屏呢是好的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放心一些，要不然它屏坏了，你修了半天，得会价格又高，然后呢客人又不划算，就没意思了啊。通过我们简单的测试以后呢，发现它的屏幕是好的，那肯定就是主板的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先带大家到图纸当中来分析一下整个电路，看我们到底要怎么维修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图纸打开，那找到座子啊，这是它的显示座。然后这边全部都是接地，两条一个地，两条一个地啊。那么现在因为这个点位图呢，它里面是看不到原理的，所以我们要结合原理图来使用啊。那我们打开原理图，然后这是它原理图的座子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点位，2角、4角、6角、8角，然后10角啊8角没有，8角是空点啊，10角、12、14角，那它们是一个正压 4.6， 负压 4.4， 两个的供电。然后下面一排全部都是通 CPU 的排杆走数据啊，那两条一个地，两条一个地，然后这边全部都地线，我们就不用去考虑它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要对这个座子的对立阻值进行一个测量。前面这些都是接地的，对吧？那都是地线啊，你们可以看到0000是吧？然后这边开始两个就要有了哈，两个，我们测一下有阻值吧？也就是说两个，然后一个地，是不是？两个，一个地啊，都一样。两个，一个地啊，这边走排杆，两个，一个地，两个，一个地。然后这边是一个空点啊，是一个空点来着的。然后这边呢，三个，哎，多少阻值啊？15啊。等一下啊，你看这三个点是连在一起的吧？对吧？刚才我们看了是正压的多少电压？正压的 4.6 伏，是不是？啊。那么再看下边，这边是负压了吧？哎，您负压是不是测不到阻值啊？我们需要怎么样？反表比啊。那我们黑表比切过来，红表比测。哎，有了没有？有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以后你们遇到这个情况，小雨，明白了没有？啊，下次再别忘记了啊。我们说在负压的时候，当然看表，有些表能测得到啊，有些表呢它是测不到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反表比去测量。你要想一个主供电的线路，它怎么可能会有15的阻值？将近怎么样？接地了吧？啊，将近接地了，所以这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图纸当中来看一下，它是怎么走向的啊？啊，我们刚才呢测到是这边的点哈，它通过一个电杆，啊这边是没有画的，因为点位图它没有写出来，通到这边，啊通这还是这边，那这个就是显控了啊，它名字它没有写是吧？直通这里面中间穿一个什么电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回到原理图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一路吧，啊，这一路通出来以后经过一个什么电杆，然后呢到达这边是不是就没了？因为它到另外一页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找不到，所以我们得怎么样？复制它，然后呢下一页，哎，到这，它通出来以后是不是通这个芯片里面啊？叫什么名字 ？U9002。我们侥幸一下了，因为我们讲阻值拉低，还有什么可以导致拉低啊？并联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它跟地怎么样？越来越近，所以我们要考虑是电容。那一般这种像我们修的多的啊，修的比较多的，也算是通病来着的，所以可能芯片的比较多啊。这里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通病哈，因为有很多朋友呢，他不太理解我们所说的通病是什么意思。就这个通病是讲，它通常会出现这个故障，不管你是摔也好，进水也好，还是怎么样，只要说我们经常修到这个故障，它都算通病。很多人也会疑问说，摔算什么通病？进水算什么通病？其实机器呢，它就这样，你一般不摔，不去进水，它也很少会坏。所以不管你轻微摔还是重摔，它就会出现这个故障，这样我们就叫通病。你们决定，我们先拿电容好还是先拿芯片好？
电容。那以我的经验呢，一般是拿芯片啊。为什么呢？维修的准则、技术和经验它是有差异性的。就我们刚刚讲那个通病是不是？他通常会得这个病，比如说摔了一下不显示，肯定就是哪里问题，因为修的太多了，我们都这么去想，所以把它叫通病。然后这样子维修的话，感觉很快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这里问题，拿掉直接就修好了，客人也等的时间少。如果你每一个问题都要一步一步去找的话，那是说我们新手的时候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以前完全没有经验的时候，一步一步这么去找。如果你有经验了，有技术了，你还得这么去找，那就太慢了。你一天10几台机子给你修，你就修不来。修不完了，那多的话20、30台呢，40、50台，你根本就没法修，这样能理解吧？所以通病这个概念，我们大家要知道。那反正你们这么多人说，我也打不过你们，你们说挑电容呢，我就挑电容，好吧？那么由于在我们维修当中呢，我们说准则哈是由易而难嘛，对吧？那我们先挑电容哈，来看一下这个图纸，这边是不是有2颗啊？2颗小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先呢把这中间这2颗电容挑掉啊，如大家所愿。那先挑掉1颗吧，这个大一点点的，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故障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运用表啊，怎么样？还是15吧？那这个小的要不要挑？要吧？啊，我们挑吧啊，你们决定啊。好，再来测一下啊，怎么样？死心了没有？还没死心，还有一颗大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到背面去，好吧？大的挑掉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我们讲在大电压的情况下，它要稳压的，一定要保护啊，一定要补回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罩子拿掉啊，因为这个芯片这个电路呢是被这个屏蔽罩给盖住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放显微下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刚才是不是讲是这个电容啊？对吧？图纸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是不是这个电容啊？对吧？啊，如你们所愿，我们先把这个电容给它怎么样？拆掉吧，啊，试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电容给吹掉，这个比较大，不要挑啊，挑等一下你把根拉起来。OK， 看看能不能见证奇迹，好吧？我们再测一下对立组织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没什么区别啊？对吧？又16又下去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死心了吗？所以什么叫经验？什么叫通病？就是修的太多了，你拿过来一测，这个组织一看，你就知道是这个问题。对于普通的客户来说，他不理解这个意思。他说什么叫通病啊？你摔的算什么通病啊？那为什么摔的每次都这里坏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一摔就这里坏？所以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，好吧？那我们去跟他争也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意义。就像你们刚来的时候，我去跟你们去争这个东西有意义吗？等你们懂了以后，学会了以后，你就不想跟我争，你就觉得这种没意义的话题，对吧？不需要去聊，好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芯片拿掉啊。好，把芯片拿掉。OK， 正常讲，我们拿掉芯片，先把锡脱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温度怎么样？还有吧，哈。好，然后我们蘸点锡把它脱掉。它的缝隙比较小哈，你们尽可能就说不用刀头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刷一下干净啊。啊，这样差不多。那正常我们讲把芯片拿了以后，这条线路上是没有芯片的，对不对？那还会不会有组织啊？不会了吧？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怎么样？测一下吧啊，测一下这里还有没有组织？是不是空了？啊，空了啊。那这时候就证明这个芯片怎么样了？损坏了啊，损坏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给它换一个好的芯片。
啊，我这里有个直接织好的芯片，我直接装就行了哈。那么在装芯片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电容怎么样？补回去吧。啊，这个大的电容我们一定要补回去，要记住。好 ，OK。然后放一点焊油，把芯片装上去。啊，是不是不会动了，对吧？再吹一下啊。OK。换完芯片以后，我们肯定要先测试一下，别急。上来了吧？是不是啊？那500多、550多，我仿表比测负压，是不是差不多啊？也是500多一点吧？啊，所以以后记住啊，记住了，全世界所有的显示电路有显控的，几乎8、9不离10，对吧？所以你别说安卓的不会修啦，什么，我跟你说，凭那种什么步步高点读机都是这样子，啊，没有说什么机型，好吧？啊，这个要记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装机测试。好，我们开下机试一下自己的主板。好，可以亮了啊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换完显控以后呢，它这个主板就正常了。那这是我自己的板啊，为了测试它这个屏呢，我自己把自己的机子给拆了。然后我把它先放到边上去。那我们等它开机，看下触摸能不能摸。好，可以了啊。哎，又有密码啊，又有密码，但是客人呢又是没有留密码，所以我们只能问他要了密码了以后呢，我们才能去测试功能了。在这里呢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是无论是安卓机还是苹果机，包括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，他们的维修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说你专门在做什么事情而已。包括像笔记本电脑啊之类的，它都整个电路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特别像这种显示电路，它们协议差不多的，几乎全世界都一样。所以这里以后希望大家就不要再去讨论怎么修安卓机的会修苹果，修苹果的不会修安卓。行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